7岁那年，我贪玩上山，在水池里扑腾了一整天，抓到了3条大鱼。下山到半山腰时，只见浓烟滚滚，熏黑了半边天。我抱着鱼笼，连滚带爬的赶到村口，就见整个村子全都成了一片火海。我呆愣的跪在地上，看着我家的方向，没了，都没了。山上仙界山的白衣仙君们御着飞剑停在此处，几名外门弟子施展羽诀，轻而易举的将大火扑灭了。这才看到还有一个活着的我跪在地上，太可怜了，整个村子370多口人都死了。落染峰的琼安仙子和孙少师兄一时练招，这才那2位可都是金丹修士。我们这样会不会得罪人啊？几个人面面相觑，都有些惊恐。最后叹了口气，丢给我一块玉石，也御剑飞走了。我看了很久，把2个名字反复念在口中，似乎是要刻在心底。最终我捡起玉石，从废墟中找出铲子，一个坑一个坑的挖着埋着，将一块块焦炭般看不出人形的人都埋进土里。唯有我家里挖出的一整块，我将它单独的埋在后院里。夜里我就睡在它的边上，好似我的家人都还在身边。夜半月上中烧，一个一身白衣的仙君走进了我家。我浑身布满黑灰的看着他，他在月下高高在上，月光洒在他的雪发上，仿佛镀了一层银光。雪白的缎带无风自动，眉目淡然。你是孙少？2天没说话的我嗓子干到沙哑，我望着他，问出了狠狠记在心中的名字。不是。那你是来杀我的吗？我的眸子颤了颤，伸手抱紧了我的鱼笼，里面的鱼已经死了，散发出浓重的腥臭味。仙君清冷的眸子看过来，盯了我漆黑的手看了几眼。是。他的手朝向我，虎口呈握状，我就仿佛被吸了过去一般，脖子被他捏紧，不能呼吸。我下意识想伸手挣扎，黑色的手碰到他胸前的白衣，瞬间就脏了一块。我眼睛一颤，缓慢的缩回了手，将手狠狠的攥紧掌心，抵御无法呼吸的痛苦。报仇，再杀我！我费力的吐出这几个不完整的字句，眼神带着乞求的和他对视。他清冷的眉眼间蹙了一下，片刻后到底没狠下心，松了手。你根骨一般，即便拼命修炼，也追不上孙少的修行速度。我趴在地上咳嗽完，伸手小心的扯住他的白色衣袍边。你比他厉害吗？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自然。手攥紧了他的衣摆，眼神执拗的看向他。教我。报仇之后你杀我。我不收徒弟。他思忖了下，又补充道，不收笨的。我不笨的，求你。受伤的嗓子吐不出完整的字句，我费力的从嗓子眼一字一句的往外蹦。最终他从我手中扯回了衣摆。仙界山7000阶梯，你若登上，我便收你为徒，传你仙法。我趴在地上朝他点头。好，仙界山是修真界排名前3的大宗门，收受弟子十分严苛，没有底子者不收，根骨不好者不收，没有毅力追求大道者不收。前来仙界山参与选拔的人都是根骨极佳、底蕴丰富的家族培养的人选。几千的少年人汇聚在仙界门的长街前，向上而望，直入云霄，给人一种人力不可及的感觉。我抱着我的鱼笼，一身焦土，带着鱼腥味，臭不可闻。身边的人下意识离我很远，成了一片隔绝的真空。我仰着头，遥遥地望着7000多长街，眼中除了坚定，再无其他。长街前的金钟一响，无数少年眼中带光的勇往直前。我随着人流也缓慢地往阶梯上走去。长街有名，练心。前3000阶梯需要的是体力，后2000每一阶梯都是心境，第6000阶梯是心魔境，第7000阶梯则是前面3种的翻倍。7000阶后短短100阶，却有无数天才少年折在此处。体力、本心、善恶、
毅力，乃是修仙根本。阶梯的正上方，白云之上，或站或坐仙君无数，都是仙界山内门弟子。唯有最上面的几位仙君，才是仙界山要收徒弟的长老们。头1000阶梯，我走上去就已经浑身冒汗，双脚疲软，落在最后。有修为在身上的，都一个个运起修为走到了前面。我身边只有3、2个人。又过了2个时辰，我才到达了第4000阶梯。身边已经有体质一般者再往下走了。他们下了山，还有亲人相护，有退路可言，可我只能向前了。我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，咬着牙的往前走。是心境里什么金银，什么珠宝，什么美人，与我何干？我只想报仇。杀了琼安和孙少，2个名字被我含在嘴里，走一步念一句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。身边的人越来越少，下去的人越来越多，就连在最上面的人速度也开始慢了下来。原本排在最后的我，也渐渐的进入最前面的行列。第6阶梯的心魔境内，无数我村庄的乡亲出现在我眼前，我的爹娘，我的兄长，我养的大黄。他们面带血痕的哭诉着，我却仰天大声的哭喊出来，血泪也顺着我的眼睛流出来。他们每一次的哭诉，我都狠狠的往前再走几阶，哭得越狠，走得越快，甚至到了最后，我是凭着胸口的满腔恨意，一口气跑完了最后100几十阶。云上的几位长老高高在上的看着下面炼心阶上发生的事。一位长发已然灰白的老者抚着长须，指着我道：“此子心性极佳，奈何戾气太重，若不细心教导，恐生祸端。”说完，朝向一旁的雪发仙君：“清晨不是没有收徒的意思吗？怎么今日有了兴趣？”素白修长的指尖点了点趴在地上的我。等他。几位长老颇感意外，唯有最开头的那位老者若有所思，半晌点了点头。那边再看看。6000阶走过，全身的力气都用尽了。我双脚还踩在6999阶上，唯有双膝跪在7000上。一阵风吹过来，我身子晃了晃，险些摔了下去。头上观看的弟子们一阵抽泣声。我猛地往前一扑，趴在了第7000阶上。霎时间，无数诱惑，无数冤魂的哭喊，重力的挤压，我的脑子承受不住一般，口鼻喷出血液，指尖扣在青石板上，指甲崩裂。他不行了吧？他看起来也就7、8岁，怎么能这么坚持？前面只有10几个人了。我看他是不行了。孙少，你怎么看？孙少，摇摇欲坠的我，听到这个名字后，浑身再次迸发出一股劲。带血的五指狠狠地撑在石砖上，缓步站了起来，摇摇晃晃的超过了第1个人、第2个人、第3个人，直到第4个人时，他趴在地上，睁眼看到我，眼里有着嫉妒、愤恨。最终在我路过他身边时，他用最后的灵力推了我一把，我的身子像是破布一样飞了出去，直直的倒在第5400阶上。眼前昏暗，我趴在台阶上，呼吸几近没有。那小子太不是人了，他要是能进了师门，我可不敢接近他。此时众目睽睽下就敢害人，嫉妒心太重。那小子可惜了，这般年纪若是能入了师门，若是天赋极佳，该是怎样的精彩绝艳。一切的声音在我耳边都成了嗡鸣声。一道掌力拖着推我那人送下了炼心阶，清冷的声音好似冰雪，响彻在每个人的耳里。凡我仙界山弟子，不得暗害同门，此子心性不佳，仙界山除名，是他的生意。那夜说要收我为徒的仙君，耳边又仿佛再次响起他冰冷的话语：不收笨的。我费力的抬起头，直直的看向云上，清冷雪发的仙君冷漠的看着我，最后似乎觉得我没了可能，转身就要离开。不行，我已经没了家人，不能再没了师傅，不可以让他失望。他转身的一瞬间，身后观看的弟子中发出了惊呼。他站起来了，我把鱼笼撕开，将已经烂臭的鱼放进嘴里，狠狠的像是野兽一般的撕咬着。没了味觉，
没了嗅觉，只剩下活着的本能和想做他徒弟的执念。东西入了肚子，多少有了些气力。我继续爬起来往上走，陆陆续续的放弃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只剩下了5个人。我有了力气就走几步，没力气了就趴在地上歇一会。3天3夜，最终阶梯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观看的人除了诸位长老，只剩下好奇我会不会放弃的弟子，还有白发的仙君。最后10阶，我手脚都是血，短短10阶却离我如登天般遥远。耳边是越来越多的弟子在喊我，喊我起来，喊我就剩最后10阶了，让我加油。可嗡鸣太久的耳朵早已满是鲜血，我听不清。眼前忽明忽暗的，突然我看到了一片雪白的衣角，抬眼望去，雪发的仙君如同高山白雪，而我是地上的泥巴。胸口越来越堵，我噗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望着那片白色衣摆，在地上拖出一道血痕的爬了过去。最终最后一阶，我带着血迹的手染红了他的衣摆。他弯腰伸手摸上了我的头顶，掌心温暖。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穆清晨的弟子，赐名桑觉。我仰着头朝他笑，想说什么，口中的血却越流越多。被他抱进怀里时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他的白衣被我弄脏了。恍惚间，我依稀想起阿哥曾经读过一句诗：仙人抚我顶，结发受长生。以7岁幼童之躯闯过7000炼心阶，得到了白玉剑仙穆清晨的看重，收了我做亲传，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我聋了，嗓子也坏了，膝盖和双腿也需要休养。短则1年，长则3年，无妨，修的是剑，听不到说不了也无碍。我喜欢和师尊说话，因为他可以用传音和我沟通，就算我听不见说不了，依然能听懂他讲剑法，授我仙术。我会时常下山去看孙少，看他修炼，看他交友，看他什么时候死在我手里。我的根骨不好，那又如何？我师父说，修仙一途，一在悟道，2在坚持，3才是天分。3占其2，便可称之为天才。我不聪明，师尊就牵着我的手，握着木剑，一遍又一遍的练。你心中有恨意、执念，这很好，长生之路何处不为执念？执念就是你的道，你的建议。7岁的我若有所思的望着师尊的白皙的手。执念，报仇，杀琼安孙少的执念。清冷的师尊盯着我看了一眼，仿佛猜到了我在想什么，握着我的手向我划出一道剑招。平平无奇的一剑，加让对面的巨石瞬间一分为2。明悟这一剑，你就能杀孙少了。我呆呆的看着分成2半的巨石，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木剑，抬头去看，白衣的仙君只剩下背影。那应该不用太久吧？谁知这个不用太久，一过就过了11年。山下的9凤凌霄花开了，开得漫天遍野的，红的像是仙人归去洒下的血。我从山下抱着满怀的9凤凌霄花上了寒山。红色的凌霄花放在白玉的花瓶中，倒是给这连名字都是寒意的山头增加了一丝暖意。脚步无声，可我却嗅到了师尊特有的气味。师尊，你出关了。扭过头，果然就见仙人之姿的师尊穆清晨，一身中年的白衣，长发垂肩，一见到我，眉间尘封的冰雪忽而极淡的展颜一笑。仙界山大比要开始了，随后还有前缘秘境开启。我眼睛一亮，也就是说，短时间内师尊不会再闭关了。冰凉的指尖点在我的额头上，轻轻点了2下。闭关3载，你可有好好练剑？我伸手拽住师尊的广袖，乖巧的抬头。桑觉血海深仇在身，自然勤勉，师父岂会不知？不过逗我罢了。过度的练习剑招，掌心被木剑磨得血肉模糊，虎口也因为反复的挥剑开了裂口。掌心缠绕的白色布条也被掌心的鲜血染红了，透过布条印在师尊白衣的袖口，印上了仿佛一朵红色的花。
松手时看到了，我仿佛做错事的孩子，连忙将手藏到了身后。师尊见了，没有说话，只不过从我身后牵我坐到桌旁，从乾坤戒内拿出了伤药，一点一点的给我上药。师尊，我弄脏了你的衣服，不过一件衣服罢了，仙人的眉眼，日日夜夜入了我的梦。此时他就坐在我面前，执起我的手，心里仿佛入了炼丹的火炉，终日的彷徨都有了归处。师尊，仙界山大比，我便要寻孙少报仇。指尖被师尊握住，一柄长剑从他的乾坤袋中飞出，落在我被他翻开的掌心中。不急，林长老极为护短，若要报仇，仙界山大比不是个好时机。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报仇？眉眼间的恨意都被他握住的指尖抹去。急躁，我已经为你寻好了时机，乾元秘境便是你报仇之计，握紧长剑。我坚定的点了点头。11年等的不差这一时片刻了。仙界山大比乃是仙界山第一大盛事。当年我趴在台阶上，仰头看的云朵，此时我已跟在师尊身后，一同站在这云朵之上。侧头看去，不远处的须发皆白的老者身边站着的正是孙少。前面几场都平平无奇，直到落染峰的琼安仙子下场，人比花娇的模样加上过人的天赋，一上场就引起一片惊呼。孙少的目光一亮，身子向前了一步。孙少爱慕琼安仙子，众所周知，要不然也不会为了取悦琼安仙子，陪他练招，却烧了整个村子。琼安站在台上半晌，他的对手却一直没有动静。底下的有弟子喊道：“别是知道琼安师妹的厉害，直接不战而败了吧？”其他的弟子在一旁嘲笑声四起。我起身朝师尊拱手一拜，穆清晨轻轻挥手，示意我去吧。我起身，一块刻着名字的木牌丢进了对局法阵。路过孙少时，我眼中杀意全部掩饰。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女子，为了她能随意杀害370口人，今日我就成全了你。孙少目光与我对视，被我目光中的恨意惊了一下，随后皱起了眉。远远的听到他师父看着我，对他叮嘱了一句：“此子毅力惊人，你可曾与他结仇？”不曾，此前在山门的确见过几次，或许哪里口角得罪了。林长老抚须摇了摇头，观他面相，并非度量狭小之人，只怕此仇不小啊。落在台上，琼安朝我见礼，我却理都没理，单手摸上长剑。周围有弟子为琼安抱不平，说我这人不识礼数，的确是失了礼数呢。见我看他，琼安先是一愣，随后脸颊微红，竟是在这紧要关头被我的容貌所惑。似乎未曾见过师弟，我名琼安，乃是落染峰桑觉。紧接着抛石点响钟声，持剑杀了过去，剑气凌厉，布满杀意。36道剑气飞沙走石，将他上下左右全部包离，不留一丝缝隙。他面露金色，被几招剑气击中，凌空飞了出去。我脚下轻点，飞身凌空抱住了他的腰身，随他在空中旋转。于剑气中，俊男美女倒是好看。琼安刚才还面露金色，此时却面带桃红，在我怀中宛如一副春心萌动的模样。我的杀意不再遮掩，他微微怔愣，随后在落地的瞬间，我右掌运功按在了他的丹田之上。阴寒的冰灵气顺着他的奇经八脉游走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随后一口血喷在台上，一身修为废了的干净。大胆！落染峰峰主掌下用力碎了桌子，接着力气飞在空中，欲要取我性命。我毫不畏惧，持剑要和他对上。就见穆清晨坐在原地，端起一杯茶，桌上长剑啜冷一声，长剑出鞘，却没有任何人看到剑气。再看落染峰峰主已然被击飞。仙界山门规，不得暗害同门，不得取人性命。峰主若要切磋，清晨奉陪。其他话没有再说，但在场的人都知道，穆清晨的意思是我徒弟没杀人，想打我奉陪，至于打不打得过，不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我低头遮掩住笑容，孙少则是满眼都是恨意的赶来扶起琼安。路过我时留下6个字：乾元秘境等你。仙界山大比的后续比赛，我既没观赛，也没再参与，我要留下更多后手，以备秘境杀孙少之用。仙界山大比
废了琼安的修为一事，落染峰峰主闹到了仙界山掌门，我师尊穆清晨的师兄哪里？我被掌门罚跪在门外，穆清晨被掌门叫进了内室。奇怪的是，谈话间似乎并没有设灵气屏障，以我的修为竟然听得真切。此子就是卦象所说的长生劫。穆清晨清冷的声音响起，是他。卦象所言，此子天生命寡，乃是万年难得一见的魔体，若是入魔，苍生劫难。况且你的成仙路也绑在他身上。穆清晨没有出声，掌门继续劝道：你修仙300载，剑术卓绝，却一直难堪破长生路，羽化登仙。若是能在此子羽翼未丰前除去，你便是仙界山第一位仙人，到时我仙界山的大名就会名扬九霄。师弟，你还等什么？穆清晨半晌出声，他的生死我自有决断，师兄莫急。原来7岁那年，师尊前来废墟取我性命，就是要杀我这个天生命寡的魔头啊！我跪在地上，浑身气血翻腾。琼安和孙少是杀人屠村的凶手，那我这个命数克人的人，难道不是吗？抬起双手，掌心粗细带着反复练剑的刀口，伤了又好，好了又伤。除了师尊偶尔为我上药，其他时候我从不曾为自己上一点药。我怕手不再疼，心里就逐渐贪于安稳，失去复仇之心。我心里明白，掌门绝不可能没有设灵气屏障，掌门修为不在穆清晨之下，他此次硬是故意而为。我对师尊敬爱如沐之情不曾遮掩，一向执法严明的穆清晨，居然为了我这个未来的魔头护短，怎么能不让掌门震惊？若我不知师尊对我有杀意，突然得知此事，想必定会到心失手，心魔顿生，一朝叛逃，师尊就有了杀我的理由。若是没有，以我对师尊的感激，得知一死能换他的长生路，只怕自戕也有可能。指尖狠狠地捏在腿上，可我7岁那年没上山之前就知道师尊想杀我，如今不过是得知事情原委罢了。师尊答应我，会让我报仇之后再取我性命。我信他，只要能让我报仇，便是死在师尊手里又如何？我本就爱慕于他，天地君亲师，徒弟恋慕师傅，既是不伦，又是男男相恋，岂可容于世间？望着站在我前面御剑飞行、白衣飘飘的师尊，心下突然一暖，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袖。死在师尊的手上很好，起码不会污了他。前缘秘境一开，各大宗门都派遣弟子前来，而我站在仙界山的弟子队伍里，身边众多男弟子对我怒目而视。可据我所知，被废了修为的琼安，师尊不再管他，修为没了，只剩下美貌。在这动辄千百年的修真界，只会沦为玩物。而现在的他，就不是那个被人捧在掌心的琼安仙子，而是被孙少随意揽在怀里的炉鼎。此时的孙少满脸铝足，看着我眼神里的恨意都不是那么明显了。排队进入前缘秘境时，我深深的看了一眼穆清晨，扭头进了秘境大门。秘境的传送都是随机的，所以当我视线稳定下来，身边站的居然是仙界山的3位同门。我掏出飞剑，要御剑去寻孙少报仇，却见4个仙界山的人居然抽出刀剑挡到我的面前来。就是他碎了琼安仙子的丹田，毁了他的修为，今天咱们也算是替天行道了。对，杀了他替琼安师姐报仇。他虽然有几分修为，但我们有几个人朝我攻过来，我左右腾挪，一脚踹飞一人，长剑抵住另一个人的兵器，后面的2个人持刀杀了过来，我弯腰挡下武器，随后剑气化形，脑海中回荡着师尊教的那一招，凌空而起，剑招平平无奇的划出一剑。扭头回望，4人瞬间成了剑下亡魂，不再停留，直接飞剑去寻孙少。路中遇到2只恶兽争斗，本不想多管闲事的，却看到地上有一朵9凤凌霄花，心中一动。眼见恶兽马上要踩到凌霄花，我一个闪身将花采在手里，放入随身的玉盒保存起来。却没想到恶兽被我惊动，竟有一只扭头朝我咬过来。本来凭借身法可以躲开，却在此时一只颜色
通体墨绿的灵箭朝我射来。权衡利弊下，我选择被恶兽撞飞10几丈远，腰腹一阵剧痛，一口鲜血喷出。片刻后，几个人御剑停到了我的不远处。琼安见到我，立刻两眼通红，但知道自己没了修为，便娇弱的往孙少怀里一靠，眉眼间满是恨意。师兄，他害我至此，你可要为我做主。孙少捏住琼安的下巴，凑过去亲了一口。我自然不会放过他，最后一剑我留给你亲自动手。琼安看着孙少，满眼的情意，多谢师兄。我用剑支撑身体站起身来。对面除了孙少、琼安，还有6人，4人是孙少同门师兄，修为不在孙少之下，剩下2人是林长老为了保住徒弟，特意重金求了2颗压低修为的丹药，送进来保住孙少命的护法。这些情况进秘境之前，师尊就曾一字一句的告知我。他问我，你若去了，必死无疑，还去？去！孙少、琼安害我广安村370余口性命，此仇必报。穆清晨看我良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你是我徒弟，我没让你死之前，你得活着回来见我。我心中一热，弯腰行礼，谨遵师命。我可以不活，但孙少必须死。拿着长剑与几人拼杀作一团，修为不及身上的刀剑伤痕越来越多，最终浑身浴血。可孙少却抱着琼安站在最后面，一丝毫毛也没伤到。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。琼安面露不屑，孙少也是声音带着嘲讽，本来没有这么轻易，谁知道他居然蠢到去护住一朵花，真是蠢到家了。眼见几人又要杀上来了，我已经穷途末路，周身的气力已经快要用尽。看来果然我这个天生的魔头终究如命定一般走上魔道。可我不能死，我答应他回去见他。手持他送我的长剑，刺进心口，暗黑色的心头血顺着剑身缓缓滴落，黑色的雾气升腾在我周围。不好，这小子入魔了！怎么会魔气如此重？他不是刚入魔吗？孙少抱着琼安有些不安的问。可此时却没有人再有心情回他的话。随着心头血的流出，心口冰凉，周身的修为已在攀升，最终停在和落染峰峰主等同的境界。他刚入魔，境界还不稳定，拖延个一时片刻，这小子没了气力，就让我们宰割了。可他们想错了，魔修和道修是不一样的，魔修招式诡异，不出片刻，6人就被我屠杀殆尽。尽管周身都是伤痕，但我还是坚定的朝着孙少和琼安走过去。还没到近前，我刚抬起手，就见孙少将琼安推了过来，随后自己从乾坤袋里掏出雷火，朝我丢了过来。我快速运起身法躲开。至于琼安，此时的他一介凡人，被雷火炸了个通体粉碎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当初你为了他杀我广安村370口人，如今他死在你的手中，也算是他的报应。孙少眼神怔愣，随后目光一定，阴毒地道：早知道你还活着，我就应该把你也找到，斩草除根。可惜你活不过我死的时候了。我冲过去将孙少的4肢打断，想要趁着气力不足之前将他杀死，却见他目光疯狂地看着我，随后从乾坤袋中丢出一件透明的罩子，将我和他罩在当中，随后气息攀升。我心中一惊，孙少这是见求生无望，要自爆和我同归于尽了。随后释然一笑，不再挣扎。大仇得报，我也再无其他心愿，只是有些可惜，没有死在师尊手里。脑中浮现又是白衣仙人给我的一线希望，后来的谆谆教诲，梦中的脸颊绯红，到最后临出发前，他问我还要去吗？穆清晨，我心慕于你，若有来世，我不愿再做你的弟子。我闭眼就死，却在孙少灵气爆炸之时，听到耳边一声叹息。我瞬间睁开双眼，就见本该在仙界山值守秘境大门的人出现在了我面前，伸手护住我飞向半空，将自爆的孙少完完全全的挡在身后。穆清晨，他压低不止一个境界的修为，破开结界赶来救我，又护住我。一时间，白衣的仙人一口鲜血笔直的喷在了我的脸上，气血用尽的我也是眼前一黑，同他一同摔落在地上，顺着水流飘了出去。在睁眼时，
我慌张的四处查看，最终在水边的芦苇荡里找到了还有气的穆清晨。看着他白衣脏污又染着血的模样，我突然轻笑出声。高高在上的白衣飘飘的仙人，每次都会被我弄脏。第一次摸脏了100，闭关出来摸脏了袖口，现在倒好，白衣染血，浑身脏污，生死不知。我背着他，想找个地方安稳的养伤，四下探查。我们应该是受伤后顺着水流飘走，又在昏迷时毫无知觉的出了秘境。本想去城中养伤，奈何我入魔的消息似乎被仙界山知道了，四处还搜查我。我只好背着穆清晨进了一处深山，寻了一处开阔的洞府。穆清晨被结界的反噬太重，又为了救我挡了所有的伤害，此时柔弱的躺在石床上，倒是和一直以来的模样半点不相识。看着他闭目的眉眼，我有些不太想死了。指尖蹭过他有些消瘦的脸颊，我转身前往城里。听说没有，仙界山穆剑仙的弟子堕入魔道了，在前缘秘境中斩杀数10位同门，已经叛逃。听说了，据说穆剑仙也消失不见，难不成是去清理门户不成？一旁遮住脸的我眼神动了下，买完药草离开了城里。若是被人知道师尊前来救我，一定会被他们认定是我的同谋，给他身上泼脏水的。看来只能装作旁人了。回去后，我买了坚不可摧的仙索，捆住穆清晨的手脚，拿着布料覆住了他的眉眼。看着躺在床上的杰作，我的心狂跳不止。就让穆清晨当做他的弟子桑觉死掉了，没有什么魔头，只有一个坏坯子凑巧救了他，还爱上他。我无数次在他昏睡间想着谎话，于是在他醒来被仙索困住问我是谁时，我说出了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的谎话。一个山间的散修罢了，床上雪发的穆清晨，一身白衣，手脚被困，眉眼被缚。第二句却没有再问为什么困住他，而是问了：你曾见过和我一同的弟子吗？我心头猛地一跳，极力的伪装平常，不曾。他低垂下头，不再言语。我与他就这样平平凡凡的在山中度日。奇怪的是，穆清晨的伤势很怪，许久了也不见修为好转。我既开心能和他长久的相处，又打心眼里担忧他的伤势。好日子过得总不会一直平稳下去。我的行踪终于还是走漏了。一行人自诩正义之士，要来杀我去仙界山领悬赏。仙界山悬赏诸多宝物金银，甚至只要抓到你，就能破例入仙界山修行。仙界山真是好大的手笔啊，听得我都快心动了。说着，将他们一个不留，有来无回的永远的留在了这片山中。因为近期的打斗越来越多，修为长得很快，只是对敌经验没有太多，修仙人士的各种暗器种类繁多。一日对敌之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中招了，浑身气血奔腾翻涌，我脚步踉跄的回到山洞。走到穆清晨面前，我浑身难受的紧，拉住他的手，想要朝他撒娇说我难受。话到了嘴边，却又咽了下去。他冰凉的手顺着手摸上了我的侧脸，你的脸很烫，你受伤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将滚烫的脸贴在他冰凉的掌心，贪图着微微的凉意。生病了，我没再回话，只是在他想把手抽回去时，紧紧的抓在掌心，别拿走，我好热啊，让我贴一下就好了。热度也越来越，逐渐脑子越来越不清楚，只记得他的掌心冰凉，可时间久了，冰凉的掌心也被滚烫的皮肤染上了温度。我迷迷糊糊的呜咽着，将他推倒在了石床之上，手脚粗笨的去解他的衣物，解开他的衣襟，骑坐在他身上，趴在他怀里，贴着他的肌肤，越贴越紧，越来越不满足。师尊，我好难受啊！无边的梦境里，我难受的缠着师尊，他先是冷漠的不肯看我，最后在我一声一声的苦苦哀求中，最终缓缓的低下头，嚼住了我的唇。冰凉的水渍缓解了些燥热，又引起了更多。他的掌心贴上我的腰身，我被抱着，被他带进了无边的美梦中。只记得情到浓时，他喉咙微微吞咽，吐出了2个字。而醒来的我，面对这一切，脑子直接懵了。醒来的我
趴在穆清晨的怀中，身子酸痛，而他的眉宇间依旧附住白布。我略微松了口气，又回想了下，似乎是在梦里叫的师尊，那便没事了。穆清晨被我的动作吵醒，我慌乱的要下床，被他握住了手腕，掌心炽热，不像昨日那般的冰凉。恩公昨日可是中了药？我脑子乱七八糟的胡乱点了下头，又想到他看不到，又嗯了一声。那便怪不得恩公，恩公不必困扰，当我是报恩即可。说罢便松了手。我心中一酸，口不择言。你既然当昨日是报恩，日后怕是有的是要你报恩的时候，我说完就立马后悔。你怎么能这么折辱师尊？他性子那么清朗，若是只要恩公有所需求，我不会推辞，不会推辞。手腕又被他拉住，轻声询问我：恩公现在是没有？我现在没有。说罢，我抱着衣服，慌里慌张的扶着，我还痛得腰跑了。我和穆清晨好似过起了寻常夫妻间的生活，只不过夜里我总是要警惕自己一时欢愉就失口把师尊叫出了口。外界的来抓我杀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山上的尸骨也越来越多，味道越来越不好。穆清晨最近总是皱眉。就在我在想也许可以搬家了时，消息终于传到了仙界山。掌门亲率各路长老峰主前来讨伐我，人马已经到了山脚下。看着他们人多势众，我知道我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师尊，若你发现我骗了你，还望你念在我已是个死人的份上，不要动怒。虽弟子爱慕师尊，乃是有违伦常的不伦之事，但我爱你之心良久，爱你之心热烈，不曾比旁人少了分毫。我愿将生死都交到你手，一如幼时爬到你脚下，抓住你的衣摆。可此时我却不能守诺死在你手里。若师尊被发现和我有了不伦之事，一生清誉尽毁，我不愿看你为我再沾染诸多泥泞。还望师尊一如当初，高悬明月，清净皎洁，将纸条放在穆清晨掌心。我的声音带着不舍，指尖划过他的眉眼。等我出了门，你很快就自由了，纸条不要给别人看，你还会是原本高高在上的穆剑仙，去走你的长生路吧。转身决绝地走出山洞，忍下泪水，我踩着长剑去了山腰迎敌。我还当今天是个什么好日子呢，客人来的这般多。魔头，还我徒弟命来！刚看到人，就见孙少的师傅林长老持着兵器杀了过来。还是还不了了，不如我送你去见他吧。徒弟教成了那样，当师傅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和林长老打作一团，附近还有旁人也来助他一臂之力。打斗间，我靠近了落染峰峰主，被他背后偷袭躲闪不及，一口血喷出，直接从空中飞了出去。一道人影踏空而来，将我稳稳地抱进了怀里，眉眼间的白布条已经摘下。我浑身一震，声音带着颤抖：师尊！他单手将我护在怀里，没再看我，而是抬眼看向了落染峰峰主，语气冰冷：洛峰主，我记得我说过，若是想切磋，只管来找我，清晨奉陪。我一紧张，拉住他的手，小声的提醒：师尊的伤还没好。他低头看我，常年眉目清冷如冰雪的男人，居然缓缓展颜：肯叫我师尊了吗？我脸色一红，就听他轻轻的说：伤势早就好了，不过是想看你几时能猜到而已。对面的掌门见穆清晨护住我，上前一步：师弟，当初我问你这魔头如何处置，你说你自有定夺，如今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有我在，哪个敢动我徒弟？穆清晨将我放身后一挡，长剑出鞘。我不像师兄，乃是仙界山的掌门，有千万剑，有守护苍生的宏愿。清晨手里只有一把剑，只能护住一个人。现在我选好了。掌门叹了口气，声音惆怅：清晨，你是我最疼爱的师弟，我真不愿与你为敌，刀剑相向。我也不愿与师兄为敌，师兄若是信我，我虽不能为了苍生亲手斩杀徒弟，但我保证，只要我在一天，我便能保他绝不作恶。至于先前的残害同门，师兄应当知道原委。掌门的视线定定的看了他半晌，最后看了一眼我。我不信一个轻易入魔的人，但我信你。清晨，穆清晨长剑入鞘，弯腰行礼：多谢师兄，清晨绝不辜负师兄的信任，
一场恶战就此结束，颇有些虎头蛇尾的意思。众人都是信目清晨治得住我的，只是林长老还是一脸仇恨的看着我。仙界山一众人都满意了结果，只有他还劝说掌门要杀我。他对孙少这个徒弟感情这么深。我拽着师尊的广袖，好奇的晃了晃，就听师尊清冷的声音为我解了疑惑，说是徒弟，更是孙子。他修为不前，恐怕寿数过不了10年，此时唯一有希望的后人被你杀了，如何能不结仇怨？我点了点头，坦然道：孙少杀我家人，我杀他报仇，他的亲人自然也能找我报仇。说完，我看向白衣的仙人，声音极小的问：师尊是什么时候恢复的？他坐在石床上，朝我招了招手，我乖乖过去，被他伸手拽入怀中。自然是一开始。师尊，你一开始只是不想我养的徒弟被别人杀死，后来你不愿认我徒弟的身份，就想看看你要做什么。再后来，你便中了药，我不想你找旁人。师尊也爱慕我吗？若天下要寻一人共赴仙途，唯有你一人而已。